这期节目是主要跟大家分享全网应该是最简单搭建 WordPress 的方法。你只需要有一台 VPS 1合1 G 以上的，你使用 Debian、无版图、CentOS 都是可以的。还需要你有一个域名大家可以自己到这个网址进行注册购买。你可以在这里头选择你想要的域名。一般如果大家做正经站的话，最好去使用 COM 这种，而且配合着券应该还是比较优惠的。为了不图便宜的话，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Do 或者 Virtual 还有 Linode。 OVH 呢，它的门槛会比较高所以暂时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像 Cloudcall 还有 Rednode 它们属于基础款。 VPS 域名大家都去网罗一下。今天就拿 Virtual 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如果在这边没有账号的话，可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我这边有的话就直接点击登录，在这边右上角选择第一个蓝颜色的字。它这边有很多服务器的类型，包括裸机包括我们常用的云服务器的共享机型。默认选择高性能的新款 AMD 的机器。在下面呢就是区域，我们选择洛杉矶，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再往下呢就是 Debian 12是我主力在使用的系统我们就拿1合1 G 的来跟大家做演示。不需要备份，我们把这个备份可以取消，备份是额外收费的。再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 IPv6 的地址是免费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发现这边的结算是$6每个月，它是按小时计费的，即开即用，所以不是一次性收费，这也是比较灵活，机动性比较好。新注册的小伙伴是会有一定的优惠的，我记得是$100的14天，还有$10的2个月。那我这台机器开好以后呢，我点击进去。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有公网 IP， 我们可以尝试去 ping 一下这个公网 IP 地址，我们本机能不能和这一台 VPS 连通。复制一下这个 IP 地址，开始菜单 CMD 命令 ping 这个 IP。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能 ping 通的，它是在洛杉矶的嘛，是在美国西部，所以离我们还是比较远一点，但是全球化业务开展会比较有优势。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用户名，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密码。同样大家在科技land的导航网站找到这边有一个软件中心，你可以在这边选择站长工具，你可以拉到最底下看到有一个 Tabby 的 SSH 工具，这个是科技land同款的 SSH 工具我就是一直在用这一款，这款是比较好用好看的，而且这款是开源的。我们往下滑它这边呢会有各种版本。Windows 选择这个，如果你是 Mac 你可以往上选它的系统支持还是比较丰富的。好，我这边已经装好了，我们选择设置，选择这个配置，我们选择 SSH，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输入在这边，默认端口22 root 就是我们的默认最高权限的用户名。接下来我们使用密码在这边我们复制一下，确定保存。好，现在呢它提示我们，这样呢我们就连接到这台 VPS 上了。我们安装一个下载工具，它的名字叫做 curl， 这一行命令就可以。我们用的是 Debian 12。为什么用 Virtual 呢？它的机器性能是比较出色的，而且它的周边支持也是非常健全的。然后再接下来运行科技land的这一个基建化脚本，这个脚本呢已经越来越完善了，里面不光有建站，还有 Linux 使用常用的一些功能。那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样的一个主菜单我们选择10标黄的这个是整个脚本里头自主研发性最高的一个模块。选择10以后呢，我们进入到了它的子菜单。子菜单里东西很多，我们不需要太着急，我们直接选择1去把我们的 LDNMP 的建站环境安装一下。这是一条龙的，包括你的系统更新、必要组件安装、Docker 的安装、环境容器的配置，一条龙搞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用脚本的一个好处。对于我们基础比较薄弱的零基础的小伙伴们，那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这一套脚本搭建我们想搭建的个人博客、个人的 WordPress， 甚至包括电商独立站都是可以的。我很喜欢这种刷的感觉，无人管控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远比大家使用的那些面板你要调试很多环境参数等等要来的方便快速。如果你装宝塔装这些建站面板的话，你可能现在宝塔还没装完，那我们现在环境都已经装好了，正在配置环境。
Line 这边用一个比较生动的进度条告诉你当前的一些进度。如果有小伙伴的内存不足的话，大家可以去使用13，里头有个12，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虚拟内存，你可以调整一个合适的虚拟内存。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调1024、2048之类的。有了虚拟内存呢，安装起来会更加稳定。所以这个状态下呢，大家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让它在这边进行安装5到10分钟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输出了4个模块，并且标记了对应模块的版本号。这4个呢，就是建站所需要的基础环境。OK 了以后呢，我们现在选择2，我们来装 WordPress。装 WordPress 呢，它会提供我们当前本机的一个 IP 地址。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是需要跟你之前购买的那个域名做一个关联，就是让域名关联到这台 VPS 上。如何关联呢？就是与它的 IP 进行关联。你可以到达你的域名解析服务商当然也可以是你自己购买域名的那个服务商。那我们现在就拿 Cloudflare 来做例子。我这块有一个之前在 Gname 那边买的，然后解析到 Cloudflare 添加的。那如何添加呢？大家点击这个 OK， 这里呢就把你购买的域名添加进来，就关联到你 Cloudflare 的这个账号下。为什么要关联到 Cloudflare 呢？Cloudflare 作为全球最大的 CDN 厂商，所以它有很好的网站保护能力，对我们来讲后期使用全球化业务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到这边来。OK， 我们就把刚才这个站点添加到这儿来，我们点击继续。其实它在下头有个 free， 我们就用 Cloudflare 免费的这个，我们先直接点继续，看到2个地址，对吧？那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粘贴进来，也是复制过来，对，粘贴进来，这边就已经发生变化了。然后我们在这边，然后点击完成，待处理域名名称服务器，这个需要花费个把小时，然后它就变成了像这种有效的这种状态。OK， 那我们这一个域名已经添加了。好，那我们选择 DNS，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到 DNS 记录这边，解析一条新的 DNS 记录，让域名关联到我们搭建 WordPress 的 VPS 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就相当于这样的，我们的科技land.com我需要有一个 WP。那我们会发现WP 这块会有个域名在前面就相当于一个前缀域名、2级域名，也就是子域名，就很多种叫法。我们这个 IP 地址呢，我们刚才的这个复制进来，开启小云朵我们选择保存。好，这样呢，我们的域名就和你服务器的 IP 地址关联到一起了，域名解析到一起了。开始菜单CMD， 我们依然 ping， 但是我们 ping 的不是 IP 了，而是你这个域名，看有没有解析成功。我们输入完整的我们要解析的这个域名，回车，正常的为我们解析了一个 IP， 但这个 IP 不是我们服务器的 IP， 而是 Cloudflare 为我们提供的伪装 IP。我们很好的让 Cloudflare 作为代理，隐藏了我们服务器的真实 IP。如果大家的真实 IP 被泄露了，很有可能遭受黑客的一些攻击。我们已经解析成功了，我们输入我们刚才解析的这个域名。好，我们点击回车，为我们申请证书，拉取 WordPress， 一气呵成，话音未落，我们的 WordPress 就装好了。直接点击这个域名，就进入了 WordPress 的向导，点击进入。这边有很多信息，我们该如何填写呢？是一一对应的，我们只需要这个复制一下，粘贴到对应的位置，我们直接点击提交运行，给这个站点起个名字。好，这个是你的管理员名称，密码随机。好，邮箱随便给它一个，点击安装，点击登录，用户名密码刚才我们设置的输入好以后点击登录。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最新版的 WordPress。插件这边，这2个插件先给删掉，这是没用的插件。安装一下主题，看一下外观，这边它为我们默认带了3个主题 ，OK， 就留它一个就行了。我们添加一个新主题，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老外那边用的会比较多。那我们点击一下来安装。好，我们启动，跟着它的引导安装一下插件。一般的主题呢都带一些插件，就是主题市场有各式各样的主题。
们这边呢选择免费的，我们找一个合适自己的风格的主题，点击，然后点击这边勾选，我们下一步。它会帮我们把这个主题相关的所有插件自动导入。安装完成以后呢，我们去浏览一下我们的首页，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域名，这个博客网站呢就是我们导入的模板。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板。我们这边点击文章，它这边有很多文章啊，都是它刚才导入的，我们可以不要，我们把它们可以全部删掉，放进回收站，就留我们这一个你好世界。点击常规。这边呢就可以给你自己的站点改标题，我们选到固定链接，默认的话是在日期和名称类型，这个是我们文章生成出来的一个格式，选择文章名，包含这样的一个信息组件就够了。向下滑保存修改，那我们可以尝试写一个文章，我们创建一个新文章。好，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模板，第一篇博客，写一堆文字，回车，它就另起一行，你又可以接着去写。放到这块有个添加，你也可以在这两个文字中间进行添加。我可以添加一张图片上传，你也可以用现成的。我们可能用这张图片，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缩小。它这边呢各式各样的都有，搞定了，你就这边点击发布啊，我们点击查看，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发现我们这边有两个文章了，一个是第一篇，一个是它默认给的。那如果大家发现这块是英文，我也要改，那怎么去改呢？来到外观里面，这块有个菜单，我们选择这个 Home，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掉，这些勾选上啊，次级菜单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点击保存，保存好以后，我们回到这边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发现这边已经修改了。如何去改这个呢？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把这个改掉，自定义一下。我们可以展开，我们可以发现这块有个按钮，对吧？我们把刚才这个英文的按钮给它删掉。主导航呢，那我们就拖到中间啊，这个是它的页眉页脚的一个控制。好，那按照我们的思路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上面的全部调整完了。编辑页面，我们可以把这些英文呢编辑一下。好，这块也可以改传奇人物的一生。对，它整个上面的这整块我都不想要了，就直接删除就行了，它就移上来了。下面的这些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进行调整都是可以的。我们点击保存，因为这样呢，你也能学会关于古腾堡关于 WordPress 自带的页面编辑软件的一个使用方式。到 WordPress 这个层面上来讲，它的自由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其他的一些模板也可以大家去选择，甚至包括商城的它也都有。那还有小伙伴说，我这个网站如何删除修改或者备份呢？那这边我们选择31，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后台的层面上来关注我们当前的这个网站，它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一个是站点信息及目录，一个是数据库，保持共进退就可以了。比方说我要把这一个网站删掉，删除站点就表明删除这个，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选择7回车。要删除哪一个呢？我们右键进来，把它这样的就删掉了，空了。然后包括这个也要删掉，这个是8。OK， 这两个全部删掉以后呢，这个站点呢就已经不见了。如何去重新安装呢？那同理了，那我们这边继续回来，然后选择2。你不光是 WordPress， 你还可以装其他的，你可以完全重新安装一个，它又会走一遍这个格式，然后你又一个网站创建好了。就有可能你刚才玩坏了，我玩坏了不应该是备份吗？为什么是删除呢？备份也同样是可以支持的。块32备份全站信息，它就自动帮我们进行备份了。你可以把这个备份传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我当然也可以不传，我选择外，我找另外一台服务器，我们点击连接。就可以输入它的密码了，它就开始往那台 VPS 上进行传输。对，我们到荷兰的这台机器上，不用再重新安装环境了，不用再重新安装 WordPress 了，我们现在只需要选择34，然后它依然会监测环境，它就把我们刚才的那个压缩包就给解压过来了，在我们新的机器上进行部署。我们的小伙伴呢说，我是希望我的站点性能更好一点。那你怎么操作呢？我们这边选择36是标准模式，一般对大家来说就已经够了，除非你是特别好的机器，你可以选择2。还有一些小伙伴呢说，我的系统已经长时间没更新了，大家直接无脑37就可以了。
帮助大家把最新的环境给拉取下来。比方说我们还想再创建一个新的站点，比方说你还要再创建一个 WordPress， 那你选择2，解析一个新的域名，相当于我们一台机器有多个网站，你可以这么理解。这样回车另外一个 WordPress 网站，当然你这一个机器你可以创建 N 个、10个、20个，随你。我们这个也 OK 了，我们点击进去，对吧？是一个全新的，给我们的默认的一个网页，大家都可以去调整。这边刚才用的是这个，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这个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它这边的模板也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我总感觉它这边的逼格会高一点啊。Elementor 也是一个页面编辑器，当然你选好了一个模板啊，就不要再选另外的模板了，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好，那我们荷兰的这台机器呢，已经还原成功了，相当于我们刚才那个站点已经移动到荷兰这边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选择31，看一下荷兰这边的站点信息。所以你只需要把你的解析到荷兰的这个 IP 上，你这个网站就相当于迁移完成了，非常好看。这块呢可以写自己的博客，它这边会给你一些样例啊，这个是个木材的。那这时候我们31，我们看，哎，这边有2个网站了啊。并且告诉你证书，这个证书呢是自动续签的，有自研的一套续签机制，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证书过期的问题。好，科技栏的脚本呢，摁一下 K， 你就可以快速唤醒。你只要用过一次，以后都可以这样搞。那有些小伙伴会问呢，我想定时备份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33定时远程备份，我们是通过多台机器可以帮你做异地备份的。要备份到哪一个 IP 的 VPS 上？比方说我要备份到莱卡云的这一台 VPS 上，那我们依然 K， 然后看一下它的 IP， 然后我们把它的 IP 复制下来，它的密码是多少？我这边是随便写的，大家一定要写正确的，否则不能定时备份。你想每周备份还是每天备份？那我们选择每天，我一般都是这样操作。你在一天的哪个时段来进行备份？我选择3点、4点只要在不繁忙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就已经设置好了，它在对应的时间就会进行备份。我们看一下它的定时任务有没有启动，选择13，有一个20定时任务管理。现在有2个定时任务，一个定时任务呢就是备份，一个定时任务是每天的证书续签，这2个定时任务。所以拥有了科技烂的这一套脚本，你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设置。好了，祝大家的博客都能顺利的上线比方说谷歌联盟这些广告的赞助之类的可以获得一些收益，让自己的网站有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来访问你有价值的内容。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